钢筋弯曲设备加工时造成人员伤害。防护措施：钢筋加工时，身体各部位应与设备保持安全距离。来抖音极速版看视频领现金。孙师傅，给我来2节1.5米长的角铁。没合适的，等会儿啊，我给你割。好。这也没法用啊。德才，你那儿还有切割片吗？就剩片大的了，你看看能使不？拿过来吧，说啥也得把它使上。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来抖音极速版看视频领现金。来抖音极速版看视频领现金。来抖音极速版高处坠落事故。电焊工吴某在设备安装工地进行气割槽钢作业时，发生一起高处坠落的重伤事故。事故经过：吴某在设备安装工地进行机架工艺槽钢气割作业过程中，在焊割最后一个连接点时，机架失稳产生滑动，吴某躲闪不及，从1.5米高处跌落，头部落地，造成急性开放性颅脑损伤、颅底骨折并耳鼻漏。事故原因分析：一、电焊工吴某违反焊接安全操作规程，在焊割最后一处连接点时，未采取任何防止工件失稳的保护措施。二、安全意识淡薄，对可能发生的潜在危险估计不足。三、没有针对作业内容制定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并督促措施的落实。防范措施：一、现场安装作业必须制定行之有效的工艺安全作业指导书，项目管理单位负责告知、监督、培训、教育相关人员，避免类似事故发生。二、开展职工安全教育、安全规程和安全意识的再培训。
指挥人员应在起吊作业前要求工作负责人检查悬吊情况及锁吊物件的捆绑情况，认为可靠后方准试行起吊。第一次起吊重物或负荷达到最大时，应在吊离地面高度 0.5 米后重新将重物放下，再检查悬绳及捆绑情况，认为可靠后方准继续起吊。在起吊过程中，如发现绳扣不良或重物有倾倒危险，应立即停止起吊。在整个起吊搬运过程中，应设安全警示区和安排安全监护人，禁止任何人在起重工作区域内、吊杆和吊物下停留或行走。天车驾驶员在天车开动前，要先确认吊物是否挂牢，禁止歪拉斜吊，并待指挥人员离开无危险后，发出响铃信号进行起吊作业。吊运过程中不准在人头上或重要设备上越过，吊物运行不准与其他物件相撞。无知引爆，命丧黄泉。刘师傅，外面有人找你。好，马上。赵师傅，这里漏汗了，补汗啊。好。事故原因分析：一、燃气泄漏是本起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二、该焊接平台有500毫米高的裙板，裙板下密闭底座属相对密闭空间，所以燃气泄漏聚集在焊接平台内，形成本次事故的可燃爆炸物。三、在焊接作业前未实施检测吹扫，在未确认安全的情况下便点火作业，引爆燃气是本起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防范措施：一、责令全面停止作业，所有作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教育，教育后方可复工。二、对公司现有焊接作业平台全部停止使用，必须使用的作业平台对平台死角进行吹扫，并经检测合格后方可使用。三、对公司各单位焊接作业平台灌装填实，不得留有可燃气体聚集空间。四、全公司立即开展厂房气源专项排查，对所有气源点的阀门、胶管皮带、皮带接口进行不遗漏的排查，发现泄漏或损坏的立即更换。五、各用气单位购置固定和便携式燃气检测报警仪，动火作业前必须检测可燃气体泄漏及集聚密度，同时作业现场安装监控录像。六、制定作业规程，防止类似事故发生。七、对全体职工进行告知，认真汲取事故教训，切实贯彻落实公司安全规章制度，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某建筑施工工地在吊运木料时，发生一起木料坠落，造成相关方物料搬运工死亡的事故。事故经过：某施工队在建筑工地用塔吊卸车时，塔吊失控，木料坠落，将货车司机砸倒，经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原因分析：一、
相关方使用无起重机械制造监督检验证书的5吨塔式起重机，配电箱控制未按规范安装。2、职工安全教育不够，自我保护意识淡薄，作业人员违章进入起吊物下方。3、塔吊指挥人员在未确认塔吊作业下方人员全部撤离到安全地点的情况下，指挥塔吊司机进行作业。4、现场安全监督检查不到位，无警示、标示标识，安全隐患整改不彻底。防范措施： 1、严格执行建筑施工许可证制度，履行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严禁无证施工。2、严格执行各类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制度，各种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禁无证上岗。3、严格执行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管理的各项规定，严禁在防范措施和管理措施不到位的情况下进行施工作业。